我谈的第一个男朋友，后来我把他写进了书里，就是这本第四人称。我们总共在一起4年，算起来至今应该已经过去20年了。我不知道大家初恋是怎么样子的，好像那个时候谈恋爱真的没有现在这么挑剔。有的时候我真的会想，那个时候的对象现在好像看起来都不太符合我的标准，但是那时候真觉得自己特别爱。我之前视频里面也说过，那个时候我才16岁，总去上网，有一个网站叫 BF99。整个县城就只有一个同龄人，我就是在那个上面认识的他。那时候手机还是那种黑白屏幕，只能打电话发短信。我在上面留了电话就下线了，也是过了很久我才在手机上收到他的短信。我妈那时候还偷看我手机，看到了他给我发的消息，还好没看懂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写的是什么，哎呀，我是 BF99 上面的嘛。后来我记得第一次见面是高2的，有一次上晚自习，我们那个时候的晚自习是有3节课，第1节课是真正的自习，没有老师不讲课，第2节课和第3节课才有老师讲课，所以第1节课下课之后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，还算挺长的。我就跟他约的就是这个15分钟见面。讲真的，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激动，就是可能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次见网友。因为跟他见面之前，我就在短信上跟他聊天，我跟他说你是在哪儿读书，后来发现，哎，居然是一个高中的，再后来一问呢，又是同一个年级的，都是读高2。我当时心扑扑跳，以为我们俩是同班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长啥样，因为我们都没照片嘛。后来说了班级，我才知道他是火箭班。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把全校20个班分成火箭班、平行班、加强班，有好到差，我就在平行班，他在火箭班。我是当时才知道他原来是学霸。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我们是在学校的办公楼前面的一块空地见的面，那里还有一个绿化走廊。我见到他第一眼我就觉得他好高啊，瘦瘦的，穿着一身白色的外套，当时天是黑的，但是黑夜里面他显得特别显眼。网友见面就好像总有一个雷达，就是你永远不会找错，就哪怕再多人你总能迅速的找到你想见的那个人。我们俩那时候真是情窦初开，两人一直聊天，我现在都忘记了当时聊了什么了，反正就感觉有说不完的话，具体说的什么也忘记了。我现在就只记得我们后来到后街去，他给我买了瓶绿茶，他自己也买了一瓶，然后上课铃就响了，我连忙跑回教室。后来一整节课我都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，静盯着那瓶统一绿茶。那个时候他是走读生，我是住宿生。其实我那个时候挺羡慕走读的，可以在家里吃饭，在家里睡觉，不用到11点熄灯。11点之前澡都飞快的洗啊，要11点钟之前洗完。那时候的宿舍也没有热水器，我们洗澡都是去开水房打开水，每个人都提一个开水瓶，从宿舍走到几百米外的开水房。就后来这个打开水的这个过程啊，他都一直陪我。然后这个打开水的这个时间呢，就是我们在上学生涯里面谈恋爱的时间。真的有说不完的话，我唯一记得就是那个时候，每次我拎着开水瓶，他陪着我从宿舍走到开水房，然后打完开水又拎回宿舍，到了宿舍门口又舍不得上去，又在学校里边提着这个开水瓶一圈一圈的绕。我记得好像没几天吧，就有了人生的初吻。我后来看了白先勇的那个《镊子》啊，就是那个台版的电视剧，里面有2个男主角在学校实验室接吻，然后突然间被保安拿手电筒发现，然后追着2人赶。这个剧情我后来发现跟我当时初吻简直如出一辙。就是我们学校也有个实验楼，那个楼修得很气派，上面还有一个钟楼，真的感觉跟那个伦敦大本钟一样，旁边还有一条河叫游江河。当时我就是提着开水瓶和他在那个河边一遍一遍的来回走。其实我们俩在那个时候应该都有这个想法，但是我们谁都不肯开口说，就越走越往那种黑的地方去，然后越走越慢。最搞笑的是最后都快到11点了，因为一般接近11点我就得跟他告别上楼了，因为11点是我们宿舍关灯的时间，也是校门关门的时间。11点宿舍要查寝，然后校门要关门，他也回不了家。我记得是晚上差不多10点50几分的时候吧，我们2个人都终于按耐不住了，开始抱着亲了起来。才亲没几秒钟，我就感觉有一束光这样直接打过来，然后真的就像一个探照灯一样，转头一看是一个保安，然后那个手电筒一直晃我们，就是很大声音喊说你们在搞什么。然后我们就2个人特别迅速的逃窜，就2个人朝不同的方向逃走了。后来我上楼之后，我跟他用短信说刚才吓死了，他说他心跳一直没有停下来，也不知道是因为被保安吓的还是因为接吻。那时候周末我们都会一起去网吧上网，好像那个时候
都没有电影院看电影，我们去网吧一般都是去看电影，然后搞一个双人包间，2个人就开始在那里面看《暹罗之恋》，真的看了好多遍这个电影，每次都是去同样一个网吧，在同样一个包间看同样一个电影，还哭得稀里哗啦，然后哭完了之后2个人靠在一起，开始做一些那种事情。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好像都没有所谓的衣领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赛的而已。后来我还认识了他的一个女生朋友，在他们的班里成绩非常好，总跟我们一块玩。后来我们3个人经常在一起，也成了好朋友。我在书里边，其实这本书我后来写了一部分情节，很多都是取自于他的这个真实情况。比如说有一段是我在书里写，他家里很有钱，这个是真的。他经常跟我一起出去玩嘛，都是他出钱，而且每次买东西他都是问你要什么，然后再跟老板说这个东西来2份。比如说雪糕，比如说面条，比如说衣服，都是这样。我在书里边这段也写过。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写过，确实也是现实里面发生过的。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走读生嘛，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计划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这样总靠打开水的时间相处，以及在网吧的时间还是太短了，我们想着最好还是能住在一起生活。那个时候他在县城里边跟爷爷奶奶住在一块儿，当然他爸妈也有一套房子，因为他爷爷奶奶这个房子呢离学校近一点，就100米，所以他就跟他爸妈说想让我跟他一起住在他爷爷奶奶家。就是他爸妈一开始是同意的，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爷爷奶奶的关系，反正就是很反对啊，因为爷爷奶奶可能比较传统嘛，也是老师出身，然后估计他呢也在后面恳求了很多次，总而言之就是最后终于还是住进去了。不过可能是因为后来我们太过于放肆了，做了一些事情。第一次还是在他爸妈家里，当时我记得只是在他爸妈家过渡一晚，然后呢我都以为他爸妈已经睡了，我就直接在床上压着他，然后开始亲他。那时候居然没有关门，结果我感觉有一个女人的身影就从那个门外这样经过，我真的那个时候我都没确定到底他妈看到我们没有，因为他就是上完厕所然后回自己屋，然后又把他自己屋门关上了，就直到第2天也没说啥。然后直到第2天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个事儿，我妈那个时候还帮我说话呢，她说那2个小孩就是闹着玩的，就是年纪轻，就是喜欢这样，就是这个事儿好像那个时候也就这样过去了。再后来我才发现真正的硬茬不是他妈，是他爷爷奶奶。后来我不是住到他爷爷奶奶家里去了吗？我爸妈就每个月给他们几千块钱，算是那种借宿费加饮食的费用吧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也能理解我爸妈为什么会那么支持这件事情，我估计大概是因为，首先我对象是一个非常成绩好的人，哪怕他不知道，我爸妈不知道，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人是我对象，但是他们知道他可以帮助我学习。第二个我估计也是快高考了吧，就是想让所有的事情都顺着我一点，不想让我分心。然后那个时候确实每天他都帮我辅导作业，然后我们就坐在一个书桌旁边一起写作业，晚上也一起睡觉，还挺开心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2个人可能就又有一些情不自禁的地方吧，就手伸到对方那里去了，还接吻，真的就是有一种那种特别上头的感觉吧那个时候。然后突然间我们就是正尽兴的时候就突然一瞥到他奶奶就站在后面，我都不知道他奶奶啥时候出现在后面的，然后他奶奶啥也没说，就非常愤怒的出去了。第2天就死活不让我住在那儿了，就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就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就是一个中午非常热的一个中午，然后中午放学我都会回他家吃饭嘛，然后我又不是跟他一个班的，所以每天我们都是等彼此，然后一起放学回去，但是那天他没有等我，我还很好奇说，哎，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但是又因为昨天发生了那样的事情，我就有一些不好的预感嘛，觉得可能是因为昨天那个事儿的原因。等到我回到他爷爷奶奶家，我真觉得我一开门看到那个阵仗，我真的一辈子忘不了。就一个20来平的客厅里面嘛，我估计至少站了总共有10几个人，好多人都不认识。我后来还发现我妈、我小姨都在里边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里面有我对象的爸爸，有他舅舅，有他爷爷奶奶，还有一些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里面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妈都是特别支持我住在那儿的，好像从小到大我妈也都是很支持我做任何事情。然后接下来名场面就出现了，我对象的奶奶
开始坐在地上啊，嚎啕大哭，说自己不想活了，说自己孙子不听话呀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想让我别在那儿住了。说实话，我那个时候挺害怕的。我看到这个场面，我其实早就想走了，我不想继续住在那儿了，因为就是我也不想闹成这样。但是接下来这一幕我也没想到，我当时我对象就直接去厨房拿了一把刀，然后直接就这样对着自己，然后说。你们今天不让他待在这儿，我就怎么就讲一些狠话。就我还记得当时他的舅舅吧，好像是一个帽子叔叔，当时他在那儿还放了一些狠话，说啊，老子处理了那么多大事小事，我不信这点事儿还给你们办不成了，今天就让他走。说实话，我那个时候挺两难的，就是场面到这儿了，我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就我也不知道说啥。晚上我还是继续住那儿了，就是因为我对象希望我住那儿，而且他也劝成功了。反正我挺尴尬的，因为每天吃饭嘛、睡觉啊，都还得面对他的爷爷奶奶。只不过后来我们就分床睡了嘛，他爷爷奶奶在他们的房间里面放了一个那种行军床，我就睡在那个床上面。后来毕业之后，我又复读了1年，因为我当年高考考得不太理想，他倒是考得很好，就是全校前几名，然后考上了那个上海交大。我后来去了复读学校继续复读，好像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2个人就开始出现了很多分歧，又出现了很多感情上面的距离吧。后来我上了大学，又跟之前的那个女生在武汉，我们俩反而走得更近了。每次我跟我对象吵架，都是靠他来在我们2个人之间传话，就是他说了什么，你说了什么这样的。我有一件事情印象挺深刻的，就是我们有一次吵得特别厉害，然后大约都好像快到了分手的时候了。后来我觉得还是得去给他道歉，但是因为他死活不理我，不回我消息嘛，而我们一个在武汉，一个在上海，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礼物，就是那个我们一直看的那个电影《暹罗之恋》里面的那个木偶娃娃，也是电影里面的男主送给另外一个男主的礼物。我是亲自给他送到上海去的，当时我觉得还挺浪漫的，特地找别人借了个手机号给他打电话，说是你快递到西门了，快来取一下。好像真的见面的那一刻，之前所有的不开心都烟消云散了，好像也是那一次在上海第一次做了10，就是现在想起来，后来我们为什么会分开，其实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智吧，和对一些事情的理解和现在完全不一样。那时候的我们好像有着无尽的浪漫主义，就好像他那个时候总跟我说一句话，说我这辈子最向往的就是死在爱人的怀里，就好像车祸的那种场景，整个人飞起来很凄美的死，像带着慢动作一样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听到这整段话我都会觉得非常离谱，但那个时候我相信他就是这么想的。所以说年轻总会对爱情有一种自己偏执的想象，非常脱离现实，而当这些东西在和现实的接缝里面无法被满足的时候，矛盾就产生了。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回到老家，我还跟他见了一面，很多年不见了，感觉他还是像以前那样文质彬彬的样子，戴着一个眼镜，哪怕30多岁了还是像一个小孩子。我们又走进了以前的那个高中，只不过现在它变成了一个职校了，但是游江河还是游江河，旁边的亭子也还在。我和他坐在那个亭子里边瑟瑟发抖，因为天气很冷，然后一边抖一边聊天，那种感觉我觉得有点像当年舍不得回去的我们俩。他跟我说，我现在越来越羡慕你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好像你在很多年前就知道怎么样去自由自在的生活，而我好像一直都因为自己的教养或者从小被驯化的模式，一直活得非常拧巴，想做什么都不敢做，或者把爱情看得非常非常死板，拒绝更多的可能性。他说如果2个人都知道怎么让自己舒服，让对方舒服，那段恋爱可能会更长久。我跟他说天冷死了，咱们别在这河边待着了，你坐我车里面去聊吧。然后在车里面又坐了会儿，还是觉得车里暖和。他这会儿不用赶着回去，但是我们还是在12点之前就分开了。后来我开车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坐在车里就在那想，我想这个初恋好像确实不是我的菜，可是又惊讶地发觉，我后来的恋爱谈了好多2年的3年的，却唯独跟他谈了4年，竟然是我谈的最长的一段恋爱。